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介绍的这个项目呢，是一个声音克隆工具。这个声音克隆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最近也是非常的爆火，当然它的效果呢也确实不错。这个下面呢是它一些安装方法啊，这个咱们就不说了。看一下这边的这个介绍，它这边呢有3个模型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啊，总共3个模型。那么这3个模型呢，分别对应的不同的功能，但是实际上来说，前2个应该是差距不是很大。这个最后这个呢是用来输入指令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声音文本当中去加入一些相关的指令，比如说我想让它笑，然后呢想让它加重一些语气，那么这个模型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，这个大家待会儿可以自己来试一下啊，其他就不说了啊，我们看项目，我们这边呢有个压缩文件 7.8个 G， 这个大家下载下来解压，然后呢这边有3个启动文件，分别对应的刚才的3个模型，我们来选择这个零样本推理，双击启动，稍等一下。这个速度还挺快的啊！这边出这个地址，点一下打开，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。这边有4种推理模式，这个是可以选的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。这个预训练音色，这边有这个操作步骤，大家可以自己瞅一眼。它提供了这么几种预训练的这个角色，这个我们选一个就可以，比如就中文吧。然后这边是它的文本啊，我们点一下这个生成音频按钮。因为是预训练嘛，所以中间这些呢都是可以控制的，这个没有关系。这边稍等一下，它这个运行给大家看一下显存，4.3个 G 吧，非常小。不过它这个因为这个语音文本比较少嘛，如果这个文本增加的话，那么显存的占用量也会增加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这边文本太长的话，可能会爆显存。听一下这个声音效果。我是通音实验室语音团队全新推出的生成式语音大模型，提供舒适自然的语音合成能力。这个它的效果啊，效果确实不错。那么其他这些模式呢，我们需要相应的去改变这边这个文字。这个，比如我们来一个英文女吧，我把这边需要改成英文，让我来翻译一下。这个是它的英文啊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英文女，再来点一下。这边稍等啊，速度很快。好，出来了，听一下效果。I am the newly launched generative speech model by the speech team of Tange Laboratory, which provides comfortable and natural speech synthesis capabilities. 这个效果就这样，非常不错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推理模式，3秒极速复刻。那么这个极速复刻什么意思？就是它可以完全克隆你的一种音色。然后我们这边选一个，它这个17秒啊太长了，我们给它剪切一下，因为它只需要3秒钟嘛。我们把这个勾一下，好，这就这个音频啊，切一下，切到了3秒是吧？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需要输入这个文本，这个文本呢需要跟你这边的这个音频的文字是一样的，是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啊，这个就对了。下面这个不要填，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这个文本模式了。这边我们还是发挥这个中文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点一下，我看其他应该不用改了，点这个生成音频就可以了。因为选的是这个极速复刻模式，这边这些都失效了，稍等一下，这边声音出来了啊，我们听一下，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原因。床前明月光，这是它的语调，我们听一下下面这个。我是通义实验室语音团队全新推出的生成式语音大模型。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效果跟上面这个是完全一致的，这就是3秒复刻，这个也非常牛啊，这个功能确实。随便找几句话，可能有几个字，它就可以完全把你这个声音的这个音调啦、说话方式，然后去复制下来啊，这个功能非常厉害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跨语种复制，比方说我这边是中文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可以复制英文，待会儿把那个英文拷过来。我们刚才一个英文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拿这个中文语调去复刻这个英文，那么我们来生成一下按钮，点一下，这边稍等一下，这边看大家这边也有个提示啊，要保证这个合成文本和这个文本是不同的语言，保证这个和这个它们的语种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就叫跨语种。出来了，速度很快，我们来听一下。I am the newly launched generative speech model by the speech team of Tongyao Library。好，就听到这儿啊，大家可以听到了这个音调啊，哪怕是英语的这个音调呢，也是跟我们这个声音样本的音调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这个非常的厉害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自然语言控制。那么这个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点一下。那么这边呢，它会提示我们说你是需要这个模型，我们现在使用的模型不支持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关掉。打开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推理模式，稍等一下。报错了。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没有关掉啊，因为它这个3个启动文件它使用的是同一个端口，所以说你之前的那个黑色窗口没有关掉的话，那么你再开另一个的话会提示你报错，我们重新关一下就可以了。再开一下，稍等，这回可以了，点这个地址打开。那么这个使用界面呢，其实跟前面的2个是完全一致的，没有什么区别。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功能，自然语言控制。这个呢，我们需要选择这个预训练角色，还是这个中文女啊，这个就不改了。然后呢，输入这个相应的指令文本。那么这个指令文本是什么格式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呢有一些例子，我们来听一下它这个例子。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能让我们笑得最开心，就像是无意中听到的一个傻笑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声音确实不错，它这个笑声还是比较好的，没有什么太突兀的感觉。那么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，他搞的一个恶作剧，让大家忍俊不禁。这个效果不错，我们来复制一下。它这个呢，可能功能没有完全开放，它这里面的标签并不是全部可以使用。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吧。这个我们复制一个，然后再把这个复制过来，再来找一个这个吧。好，我们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点一个生成音频，这个稍等一下。这个它这边这个文本呢，这个笑声这种标签啊，它不起作用。这个我试了很多次不起作用，它应该是没有开放。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，听一下这个啊，看最终是个什么样的结果。笑声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，笑声能让我们笑得最开心。大家看到了，这边这个笑声呢，它并没有作为一个指令来这个输出，把它当成文字来读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呢是没有起作用。然后再来看上面这个，我是通义实验室语音团队全新推出的生成式语音大模型，提供舒适自然的语音合成能力。它搞的一个恶作剧，让大家忍俊不禁。大家听到了，那么这个标签呢是起作用了，所以这个我怀疑它是没有开放这个标签，所以我们这个呢大家可以把它删掉了，没啥用。这样吧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把它贴到这个上面，贴到上面，大家再来听一下。它这边提示说是必须输入这个文本，指令文本。我们这边敲个空格键就可以，敲空格键，点一下生成音频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把所有的文本全部填到上面这个地方，因为它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好像有个 bug。我试的时候呢，这边这个这段文字呢出现了重复，这个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试一下，听一下效果。笑声，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，笑声能让我们笑得最开心。他搞的一个恶作剧，让大家忍俊不禁。这个就是它所有的效果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啊？这里面首先呢是这个笑声，它确实是不能识别，这个应该是没有开放，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，我们把它删掉。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标签呢，它这个效果确实实现的很好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呢后面这句话它没有生成音频，大家应该是发现了，它只生成了这么一句话的音频。为什么呢？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小 bug， 就是这边的这个句号，我们这边刚才缺了个句号，就是它这个生成音频呢是按句子来的。如果说你一句话没有句号的话，那么它会整句话它都不会去读。这回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我们这边加句号了，点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可以了，我们来听一下效果。能让我们笑得最开心。他搞的一个恶作剧，让大家忍俊不禁。球队的团结和韧性帮助他们赢得了冠军。这个效果不错，需要注意这个句号千万要加。那么后面这个标签呢，应该是这个团结和韧性，大家听出来这2个词的这个语音呢被加重，这是它的一个标签。再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是你这边添加了文本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们来在那边随便复制一个吧。我们这边再来加一个文本，稍微长一点，那么可以展现它这个问题。这个吧，我把这段话复制下来，贴到这个后面啊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它首先呢会先读这段文本，点一下按钮，先读这段文本，读完之后呢会接着读后面这些话。出来了，
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。我还没到那个年龄，能让我们笑得最开心，他搞的一个恶作剧，让大家忍俊不禁，球队的团结和韧性帮助他们赢得了冠军。我还没到那个年龄，这个大家听到了吧？他这段话呢被读了2次，刚开始读了1次，然后中间停顿的时候又读了1次，所以他这个有一些 bug 在里面，这个大家了解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，大家拜拜。